白兔包都是豆沙馅的，12分的甜，魏无羡却吃得津津有味。第一口咬掉了2只小耳朵，成了小兔子，也不知怎么想的，竟然一边吃一边笑出了声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小童身上，很轻很温柔。到了客栈才知，原来蓝忘机并非从云深外出到了彩衣镇，而是刚从别地回到姑苏。想起蓝忘机独自立在桥边，难掩失魂落魄的模样，魏无羡心道：能让蓝湛如此风尘仆仆又失仪失态的大事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。邻桌的几位年轻人正在高谈阔论，手边的桌上各有长剑，似乎是仙门修士。二人落座时，隐约听见些许字眼：乱葬岗、围剿、夷陵老祖，大快人心。魏无羡身量小，坐在客栈的木凳上，双脚都碰不到地面，只能在半空中一晃一晃。他似乎专注于这个举动，一直低着头，没有看周围的人。他没有注意到蓝忘机握着碧晨剑的手指因为用力而隐隐发白。二人从客栈出来，魏无羡很明显地感受到蓝忘机从冰块变成了冰山，寒气逼人，深不见底。他正歪头思索着今夜能否抵达云深不知处，恍惚听见蓝忘机开口问了句什么。他仰头去看蓝忘机的表情，却发现他的脸正背着月光，皎洁月色为这人如琢如磨的侧脸镀上光华。男子俊逸到了这种程度，可谓无形中的造孽。祸害世间，羡煞旁人，万幸这张脸长在蓝湛身上。蓝忘机少不得重复了一遍方才的问题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竟然到了现在才问起这个。魏无羡眨了眨眼，不假思索道：二毛。蓝忘机机不可见地皱了皱眉，魏无羡强忍着想放声大笑的心情，笑眯眯道：韩光君，那您觉得我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呀？他本是存心逗蓝忘机玩，谁知那人会忽然俯下身，一张好看至极的脸猝不及防凑近，魏无羡的一颗心猛地撞进了一双琉璃般浅淡的眸子里。今夜的月色好像不及这双眼睛1/1000的美，可是蓝忘机的眼神竟叫他有些喘不过气，里面满溢了太多的东西，有魏无羡懂的，也有他不懂的。蓝忘机的嗓音在夜色中缓缓荡开，一字一顿，真而重之：你像一个人。蓝忘机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。魏无羡知道，即便蓝忘机对自己再如何不抱偏见，他们二人之间的鸿沟早已滑落。前生种种尘埃落定，此情此景，此人此月，是他从老天那儿偷来的。脚踩着月色，踏过青石板，他尽力让声音轻快，飞扬在这样安宁又美好的夜色里。其实我有些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，只能想起从前家里的姐姐喜欢唤我羡羡。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，你若是愿意，也可以这么喊我。蓝忘机微微一滞，踏入一片山岚笼罩的黛瓦白墙，云深不知处的阁楼府园渐渐显露在青山云海间。魏无羡站在规训石前，深深吐纳了一口气，明明白白地看见上面刚雕凿的数十条新家规，崭新无比，手指一抹还能往下掉石墨子。心道一句：阿弥陀佛，蓝家人上辈子一定是皈依了佛门，吃的素，穿的白，规矩还一大把，佛门中人都没这么多清规戒律。蓝忘机见他总是新奇的东摸西蹭，却是看到什么都一脸严肃的皱眉，不由放缓了语气，低声道：不用害怕。魏无羡干笑2声，心道：怕什么？若要论起破坏这上面的规矩，恐怕100个蓝家人都抵不上一个15岁的我。如此想着，便凑了过去，默默牵住蓝忘机的衣袖，一脸眼观鼻鼻关心的乖巧。他一点都不心虚，真的。二人一路7拐8绕，不知走了多久，远远望见藏书阁的楼顶从一派苍翠间显现出来，不知是不是魏无羡的错觉，蓝忘机的脚步在看到藏书阁的那一刻有略微的滞缓。果然，云深不知处被烧一事是给蓝家留下难言的回忆了。魏无羡一手牵着他的衣袖，一手撩闲似的瞎晃悠，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摸出了一朵小花。蓝忘机对他乱摘花草的举动并无言辞，只是低头看了这人一眼。魏无羡却似得了便宜还卖乖，高高举起了胳膊，隔着一段距离将手上的小花在蓝忘机脸上比划了一下，手臂偏右，再侧开一点点。
看起来正好落在蓝忘机鬓角的位置。魏无羡站在错落的树影和阳光里，总觉得此景有些似曾相识。蓝忘机此时此刻应该板着小脸，冲他冷然到无聊至极。然而蓝忘机却像被定在了原地，怔怔地望着他。其实只有短短一瞬，眨眼间又是那个古井无波似的蓝忘机。眼花了。魏无羡恍惚听到，心底轻轻一笑，笑自己把这个梦做得太认真，不知今夕何夕。魏无羡被一路领到净室，只觉满室都是蓝忘机身上那股凌凌的檀香气息，好闻之极。下一秒又想，就算自己是被蓝忘机亲手捡回来的，也不至于从此和韩光君同吃同住，形影不离。为什么他还会觉得有点惆怅？还没等他酝酿好一脸怅然若失的表情，就被蓝忘机带到了内室。只见床榻边摆着一个稍矮的梳洗台，檀木雕花的大衣柜旁有一架半人高的衣架，衣架上正挂着几身素净的小校服。厉害了，蓝湛了不得了，这是背着泽无君和他叔父偷偷养了个孩子不成？魏无羡的声音在净室半空悠悠响起。韩光君，你很喜欢小孩子？蓝忘机面露异色，似乎忍下了什么话，缓缓道：魏然。魏无羡心中连声应是。我猜你这脾气也不会有多喜欢小孩子，这回捡我回来一定也是破天荒头一遭。蓝忘机似乎略有犹豫，还是开口道：别院有个孩子，你想见他吗？蓝苑安安静静地坐在长廊旁，隔着木栏杆的隔隙，能看到净室外草地上四散的小兔子。他总是保持着这个姿势，一坐便是一整天。自他醒来已过半月，能认清的人却不多。韩光君是一个，其余的人都是眼前模糊的影子。他知道这些人存在过，曾经温柔地抱过自己，曾经对自己笑，也曾叫过自己阿苑这个名字。可是他又记不起他们的样子，努力去想的时候，脑袋会很疼，疼出两眼泪花，好像哪里被火烫着了似的，恍惚有种切身可感的刺痛，又总像被大火里弥漫的灰烟迷住了眼睛，熏得眼眶通红，却始终没有掉下眼泪。阿苑已经3岁了，是男子汉就不可以掉眼泪，无论如何都要勇敢。他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，可是对他说这句话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？魏无羡没想过能再见到阿苑。被长廊那头跌跌撞撞朝着自己奔来的小孩子扑住的时候，他几乎愣在了原地。下一秒就把比自己稍矮一些的孩子紧紧抱在了双臂之间，他知道自己在发抖。自修行鬼道到前世生死，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感激老天。蓝忘机站在2个不足3尺高的小人身后，看着3岁的小童扑在身量稍高的小孩身上，哭得声嘶力竭，就像要把忍耐许久已经不能再按捺的委屈全都哭给他听。其实这个孩子是那么的害怕。魏无羡手足无措地轻拍他，低声安慰他，却发现并没有什么用，只能重复着动作一遍一遍。阿苑抽泣的声调里掺杂着磕磕绊绊的呼唤：羡哥哥。仙哥哥答应阿苑会回来，仙哥哥回来。小孩子与生俱来的直觉让人有一瞬的怔愣，紧接着铺天盖地的悲伤和失而复得的喜悦相互交缠着，将2个漂泊在人世间的小小身影包裹。回忆拉开闸门，裹挟着尸山谷海中的血腥气息从时空深处奔涌而来。他曾经以为这又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。把蓝苑哄睡着后，魏无羡趴在床边看了很久，看着他安静睡着的模样，和躺在乱葬岗的小破屋子里一模一样。虽然落魄，虽然艰难，却可以像天底下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无比安心的入眠。因为小阿苑的奶奶、温情姐姐、温宁哥哥还有羡哥哥都在竭尽全力地保护他，不让他被这个世界的恶意波及，不让乱葬岗外不断弥漫的黑夜遮住他的天空。魏无羡不知道该如何感激蓝忘机，他接替了他们所有人，守护了这个希望。魏无羡再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凌凌檀香缭绕的净室，躺在一张并不如何柔软却极舒适的床榻上。再准确一点，是躺在了并不如何柔软的韩光君的怀里。他努力反应了一会儿，觉得蓝忘机抱着一个小孩子睡觉并不是一件多么过分的事，还挺合情合理。你醒了？
蓝忘机低沉的声音伴着他身上独特的气息飘向魏无羡的每一寸感官，将他小小的身体环绕。魏无羡轻轻嗯了一声，双手从被子里抽出来，抹了一把脸蛋，像一只需要自己强行清醒的小猫。胡乱揉了半天，忍不住从蓝忘机怀里抬起头，正好撞进了那人眼里。有这一眼，他就不想清醒了。阳光从净室的窗纱外透入，穿过桌机上摆置的袅袅檀香，悄悄地落在绣着独特云纹图样的素背上。一双小小的手抚过背角，贴合着手心里熟悉的纹路，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洒在手背上。魏无羡睁大眼睛盯着纱帐顶，他安安静静躺在被子里，露在被子外的右手却被另一双体温微凉的手轻轻包裹，托在掌心，似乎是怕小朋友睡得不安稳，下意识地安抚着。蓝忘机的手一如他本人，白玉无瑕。魏无羡不动声色地收拢五指，让自己小小的手被他完全拢住。手被蓝忘机握在手心，正如他完全被蓝忘机圈在怀里。此时此刻，这个空间里只留下两道平稳的呼吸，一束阳光，用悄无声息的时光偷换这一瞬地久天长的错觉。撑着双手坐在床沿，魏无羡歪着脑袋瞅眼前近在咫尺的抹额，很想伸手去扯一扯。蓝忘机此刻正蹲在自己身前，12分耐心地为自己换上颇为繁复的蓝家校服。他方才迷迷糊糊、状若无心地说自己不会穿，也没想过要穿蓝家的衣服。韩光君竟然没有生气，没有冷脸，更没有丝毫不耐烦，反而取来了一身全新的小校服，二话不说，一掀衣袍，半跪在脚踏上，一件一件地为他穿上绣满咒术真言的小袍。韩光君，您对所有的子弟都如此吗？恃宠而骄的滋味着实不差。蓝忘机恍若未闻，已经在他身侧束好了最后一个结，手法非常特别，倒有些似曾相识。想起来了，师姐会系这种结扣。平安结这3个字跑到魏无羡眼前的同时，蓝忘机已经站起身，严严实实地挡住了门外漏进屋内的凉风。魏无羡答应了蓝忘机，待在净室乖乖等他回来。可韩光君前脚刚离开，他转身就窜到了别院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